日料店点个天妇罗，怎么也要大几十吧。自己整点大虾和蔬菜，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，轻松实现天妇罗自由。大虾在肚子上划几刀，来点海盐、黑胡椒入个底味，然后准备些孩子们都讨厌的蔬菜，一会儿炸完再残酷它们。炸物的果粉还是用这个小野家的天妇罗粉包，它是无铝配方，不含生青防腐剂，小孩也能放心吃。我是严格按照说明加了160毫升清水，搅和均匀，能炸大约1斤食材。滴入面浆，快速的开花浮起，就可以下入食材了。大虾要一只只的下，避免炸的时候团在一块，炸到表面金黄起酥就可以了。金针菇和紫苏叶大概只要10几秒，南瓜我片这些就适当炸久一点。炸好再摆个盘，是不是也能去开店了？听着声音就知道有多酥脆。除了多汁的大虾，紫苏叶和南瓜真是意外的好吃，不信你也去试试吧。发现了个超好玩的松饼粉，捏一捏5分钟就能搞定，好玩又解压。只要往里面加入鸡蛋和牛奶，再封锁起来揉捏2分钟，剪开个小口子挤入平底锅，全程小火不用加油，等待2分钟，一个香甜软糯的松饼就做好了。谁要再说这个难，那我可要急眼了。里面加上红豆沙，不就是铜锣烧了吗？还能加点蜂蜜和麦片，小朋友们都馋哭了。看看还有谁没吃过这个虾滑肥牛响铃卷的？在2年前，它可是风靡全网的美食。今天买的番茄沙沙的，特别多汁，拿来做汤底一定酸甜可口又开胃。这个菜是我们家餐桌的常客了。之前试过很多种响铃卷，只有这种头层豆皮做的才好摊开不易破，而且闻起来豆香四溢。先盖上一层肥牛片，再挤入适量虾滑，慢慢的把它们卷起来。你看这一个个的饱满又瓷实。现在爆香蒜末，再加入番茄翻炒出沙，然后就是铺上金针菇和响铃卷了。调配的这个茄汁配方可以说是很万能了，用到的也都是些家常调料，还不会的就截图保存吧。这些呢都是易熟的食材，所以只需要焖煮个5-6分钟。一开盖，浓郁的香气立马就涌上来了，加点小米辣和葱花，还能提味增香。吸满汤汁的豆皮被虾滑和肥牛蘸得鼓囊囊的，入口爆汁，鲜嫩肥美，真的值得你们一试。自从用了这个蛋壳果蔬镜啊，我感觉前半辈子的菜都白洗了。这洗出来的脏东西，以前可都吃进肚子里了。之前洗菜啊，盐水、小苏打也是一样没少放的。为了看清效果，做个简单的对比，一盆用盐，一盆用蛋壳粉，同样静置5分钟。蛋壳果蔬镜洗的脏东西全出来了，上面还飘着一层油膜。清水和盐是洗不出这个效果的，除了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些脏东西，它还能有效去除农药残留，而且配料表都是天然的材料，母婴级别无公害，用它洗出来的果蔬才能放心大胆的给家里孩子吃啊。干杯！我们家每周都会点的干锅排骨，鲜辣干香，一上桌可是要抢着吃的。用到的主要食材也就这些了。肋排先冷水下锅，屏幕左边呢是需要用到的熬煮配料，你们可以截图保存起来。接着转小火炖煮半小时。排骨一定要记得沥干水分啊，避免煎的时候到处崩油。通常干锅菜都需要过油炸的，但简易的家庭做法，只要包油煎一煎也就很香了。这种袋装的麻辣香锅料里面还搭配了1包干辣椒和花椒，先把它们炒出香味，再放入排骨和蔬菜。家里人吃的比较淡的话，这个干锅酱用半包就很够味了。猛火翻炒一下，这红油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，干香鲜辣的程度也正好，就连家里不怎么吃辣的公婆都赞不绝口。
天气一凉下来，就喜欢各种热气腾腾的砂锅包。这份 Q 弹爽滑的虾滑粉丝包，一开盖就是终极诱惑了。我们先来做一份家庭版的蒜蓉酱，按字幕上的配方来，怎么都不会出错的。最近总算是找到了一款配料比较简单干净的虾滑，里面除了虾仁和蛋清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家常调味料了。打开就能看到大颗粒的虾肉在里面。水开下入虾滑，等到浮起就可以出锅了。这95%的虾仁含量，煮出来超级 Q 弹，口味咸淡正好，一点也不腥。趁着现在有活动，赶紧囤一些起来。接着在砂锅里放一些白菜、金针菇和粉丝，然后铺上蒜蓉酱，加入清水，咕嘟焖煮个5-6分钟，让虾滑和粉丝吸饱蒜蓉汤汁。初秋见凉时来上一锅，可真的太舒服了。土豆和茄子能做的美食真是太多了，但是最经典下饭的那一定是东北的地三鲜。一位东北的阿姨说，这道菜要想好吃，土豆和茄子一定得过油，炸过的吃起来才有灵魂呀。地三鲜的酱汁只要用家里常见的调料就行，具体比例我写在左边字幕上啦。你们总是会问我的锅具，家里炒菜用的最多的就是康巴赫炒锅了。独特的蜂窝技术，不粘锅也不挑锅铲，重要的是锅身轻盈，我一个女生也能轻松驾驭。最后再撒一把生蒜，这地三鲜的小味也就上来了。搭配米饭是不是特别一绝？天气一凉下来，就喜欢各种热气腾腾的砂锅包。这份 Q 弹爽滑的虾滑粉丝包，一开盖就是终极诱惑了。我们先来做一份家庭版的蒜蓉酱，按字幕上的配方来，怎么都不会出错的。最近总算是找到了一款配料比较简单干净的虾滑，里面除了虾仁和蛋清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家常调味料了。打开就能看到大颗粒的虾肉在里面。水开下入虾滑，等到浮起就可以出锅了。这95%的虾仁含量，煮出来超级 Q 弹，口味咸淡正好，一点也不腥。趁着现在有活动，赶紧囤一些起来。接着在砂锅里放一些白菜、金针菇和粉丝，然后铺上蒜蓉酱，加入清水，咕嘟焖煮个5-6分钟，让虾滑和粉丝吸饱蒜蓉汤汁。初秋见凉时来上一锅，可真的太舒服了。